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严歌苓是当代华语文坛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她生于上海，12岁在文革期间考入成都军区，在部队文工团当了8年的舞蹈演员，20岁到中越战争前线当过战地记者。30多年来，严歌苓创作了近30部长篇小说，从早期的少女小鱼、天域，到近些年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他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获得国际奖项的影视作品。他长期与华语电影界最知名的导演李安、陈冲、张艺谋、陈凯歌与冯小刚合作。在国内，他是媒体的宠儿，也是市场方面非常成功的作家。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严歌苓发表了批评武汉疫情涉及瞒报的文章，借唐婉3字瞒瞒瞒，这导致电影审查部门要求导演张艺谋删除电影1秒钟向原著作者严歌苓致谢的内容。严歌苓夫妇因此开始了针对影片国际发行的维权。此后，严歌苓并没有停止评论时事。2022年2月，中国社交媒体上为铁链女事件舆情激荡，严歌苓在与旅美学者周孝正视频连线中，两人谈到了人口拐卖和领养的体制性问题。周孝正表示，中国政府是人贩子政策，海外领养中国孩童必须付高价，还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严歌苓赞同了他的意见。他没有意识到视频会直接播出，他也因此承担了严重后果。微博账号被封禁，售书被下架，小说被禁止出版和重印，电影项目告停，上万人的书迷会公众号被停止更新，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无法出现在搜索结果中。被中国大陆封杀的严歌苓面对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困扰，但她也似乎进入了另一种自由状态。她和丈夫 Lawrence Walker 王乐仁成立的新歌媒体有限公司，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米拉蒂》。他们也有计划出版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他第一次不用面对中共审查制度写的中文小说。这部书描绘了80年代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的内容涉及文革、武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返城、劳教、严打、反精神污染，直到1989年的6·4天安门大屠杀宣告了80年代的终结。严歌苓你好。你好。我们先来谈一下《米拉蒂》这部小说。你通过笔下的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写了80年代在新的常识和旧的约束间不断的拉扯争执，所有人都在参与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直到这个未来戛然而止。对于你来说，这本关于80年代的小说主要想表达什么呢？表达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生生不息的追求自由，又总是在追求当中，总是在得到自由以后困惑，然后又在失去自由的时候幻灭，所以好像每次都有这样一个这么一种过程。你书里面就是描述了就是在文革结束突然到来的自由之中，束缚也同时也无所不在。就像其中提到这个剧作家吴可，他被这个宣传部的干部要求改戏，就是差不多就1个月头发白了这样子的。还有画家米肖的创作困境等等。80年代是一个有魔力的年代嘛？最后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艺术家好像最后都还是无路可走？当然有人就会说这80年代的知识分子浪费了那个年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说，就说他们是否本来可以做些什么让那个年代结束的不那么悲剧呢？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有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时又很脆弱，非常的懦弱，对吧？就是如果他一旦发现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对于自己人身的安全的，或者是对于自己刚刚获得一点宁静的这种环境的这样一点可怜的能够创作的自由，也许他们会冒上这样一堆风险去
做一件可能是没有结果，或可能的结果是很悲惨的一件事，很多人都选择不去做。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只是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也在这么做，对吧？好莱坞也在妥协，对吧？当然，我觉得80年代这种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假如说持续下去的话，如果政策不是这么变那么变，或者不发生6·4的那个天安门事件的话，如果一直持续到今天，我想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这种艺术家也好，像作家和这个画家，不管什么，如果是就是让80年代成为我们一个文艺复兴的一个开端的话，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觉得那是不得了的。仅仅是觉醒了一刹那，睁开眼睛看，原来有自由的创作是这么样的迷人啊！这种时代，那么我之所以写这个时代，也是它再也没了，对吧？就这么样就过去，像一场梦一样。对对，我记得前2周我在纽约见到您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觉得这是一本特别80年代的小说，不光是因为您写的是80年代，还有您的那个写法也特别80年代，就是我小时候10几岁的时候读小说的时候，当时肯定也有审查制度，但是那种自由的，你能感觉到这个作家的灵魂是自由的，他们想要去push 各种的这种的禁忌的这种的红线，就是你可以感觉就是那种清灵那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很久没有感受到了。我还在就这个米拉蒂里面，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你用了这个丑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主人公米拉他忍受不了丑，我特别喜欢你书里面的这句话，你说人人都丑的时刻，要想不丑必须勇敢。我想问的是说，你为什么要用丑这个概念，而且贯穿书的始终？丑是制度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个人可以选择不丑吗？当然，我觉得在说假话的时候，你沉默就是不丑的，对吧？你不是美的，对吧？如果你这个时候一定吼一嗓子真话呢，你可能是美的，因为你有一种，对吧？有一种圣徒式的气概，对吧？我想从精神上来说，这是美的。那么我觉得。口心不一，对吧？外部和内在不一，就是会造成人的那种拧巴，对吧？这种拧巴就是人不好看的时候，专制和这种独裁会产生一种不美的东西，对吧？那么人人都讲套话，高度雷同的语言，高度雷同的表达方式，相互之间，对吧？把很多很多的概念都倒置，比如说背叛、叛卖，对吧？背叛为什么背叛是好的，对吧？就是这种实际上是在人类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背叛不是好的词，对吧？但是背叛你自己是不一样，你背叛同类就不是一个好的词。很多时候在这种概念和观念把它倒置以后，那么对我们心里的那种长期以来的很多的美和丑都重新打翻洗牌的。对，我今天还想到一个人他在给予伸手把伸出他去行贿的这只手的时候，和另外一个去纳贿的这只手的时候，伸出这只手的时候，他脸上的那种笑容怎么可能是好看的？对吧？一定是曲扭的，一定是自我嫌恶的，对吧？一定是觉得给出去的就是，对吧？就是你的尊严呀，就是给予者的尊严呀，就是这种，对吧？那么就是这样的时刻多了，那么这种丑会不会固化下来，成为他生理的这个一部分？为什么人要说相随心变呢？对不对？就是你老是这么拧巴着，老是口心不一，内外表里不一。内外冲突矛盾，一边干这件事，一边又在嫌弃自己，对吧？嫌恶自己，
那这种时候，那么这种人这种丑就从一个抽象的一个美学概念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对，就是专制和专制，就是这个从审美上，我觉得就是过不去的。我再念一遍，再念一段这个书里面的话，我也是特别喜欢。你是借这个应该是米肖的这个口，就说文革10年，不少人都跟我一样，认为自己有罪坏，行为也就鬼祟起来、猥琐起来，这就把外界强加在你身上的丑内化了。这么的丑过，谁还能像人一样活下去？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丑的这个概念。那你在小说里面还写到了80年代男性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个解放是婚外情和离婚，但书中的女人因为未婚先孕要堕胎，被男性世界以最残酷的方式摧残之后，要向才子们敞开自己的钱包和卧室。那80年代有属于女性的思想解放吗？嗯，我想有啊，因为很多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她没有太多禁忌，她就喜欢这个男人，她就公然的可以做他的情妇，对吧？然后或许是就做情妇，或许是从情妇变成了这个妻子登堂入室，对吧？我觉得这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在80年代，第一次感觉到就是离婚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啊。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谈到离婚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是五雷轰顶，我觉得就要把我变成孩子当中的一个边缘分子，一个在孩子里面被瞧不起，被受侮辱的。对，是个异类。嗯。我见过那个父母离婚过的孩子，他们好像就天生就短，人家就短儿了，就是有短儿的那种感觉，在孩子群里总是不是很能抬得起头来的，对吧？但是在80年代初，很多的叔叔伯伯们都开始离婚，都开始闹婚外恋，都开始这个就是好像爱情无罪，是吧？就是我就爱了我，经常拿句话放在嘴上，就是说有的人爱1000次，每一次都是真的；有的人一辈子只爱一次，那一次都不是真的，是吧？当然，我觉得这是跟一种反弹，人性是会反弹的。你压得越低，它弹的就越激烈，就越有杀伤力，对吧？这种杀伤力就会杀伤到他们的子女、家庭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成员，他们的朋友，对吧？所以这个那没办法，人性就这么回事啊！你也不能说这种反弹它，你不让它发生，对吧？你想在49年之后的那个整个的那种动不动把男女作风变成一个最不耻的一种错误来批判。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这帮人经过10年文革，已经被压到了就一个弹簧已经压到了这个最底下了。然后他那个人性爆发的时候，那种反弹的时候，那种力量是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有朋友去参加了你在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的这个签售与这个对谈，他说原定的场地爆满，最后不得不换了场地。这个情形是你想到的过的吗？现场有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你跟中共决裂了，才开车1-2个小时来看你。我想问，就说在你被封禁了以后，你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不，我没和他决裂，他和我决裂了。他和你决裂。对，那个不，你批评他，他就认为是你和他对，我决裂了。觉得就这么碰不得的啦，对不对？对然后我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批评，不批评怎么会有正确的答案出来呢？对吧？对那他可以反批评啊，对吧？对等于谁也不会这样跟你对话的，对吧？就是我第一次去旧金山，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我是灵机一动的，我在我的婆婆家过节，然后我就想到我的作品都在大陆发表不了嘛，然后我就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学杂志红杉林上发表。后来我说，哎，我马上来旧金山啦，我要来取我的稿费啦。我说就哪怕象征性的，然后
他们就说哦，来旧金山挺好的，那个要不要咱们来搞一个见面会？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我也那个签售一些书吧，我有本新书，这样子就大概一共只有5天时间，5、6天的时间准备，要把书从温哥华运过来，因为那边印了一批书。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只放了50个人的座位嘛，然后就没有人根本就装不下，然后就换了一个厅。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我决裂，或者是他们决裂我，或被决裂他们来看我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这样告诉我。但是我就觉得我其实是一个用写字来抒发一些我的想法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可能撼动一个政权的。为什么要这样怕呢？对吧？为什么要把我从整个名字要从那个百度百科上拿掉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整个的做法都是一个非常把我推向了一个好像我是个劲敌，是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也我其实我对这个整个生活的追求是更加超越的，是吧？I think，文学将给世人留下的，将给后辈留下的是，更加有审美价值的一些历史，一些历史上的人物，对吧？一些留下的，而且是用更好的中国文字。我追求写中国文字，要把它写得更好，写成一种值得流传下去的中文。因为我觉得中文现在一塌糊涂。那么其实我追求的目标是 it's very fine，you know， 不是政治，你可以颠过来倒过去。你今天把这些某某人打下去了，又上来了谁什么，然后这个政治是常常会颠覆的，对吧？然后而我觉得文化和艺术是永恒的价值的，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就说你的书以前动辄可以卖几十万本、上百万本，芳华是卖了200万本，对吧？能不能问一下米拉蒂的销售情况？这是你和你先生的出版社出的一本书。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销售，再加上网上的销售，也就不过是5000多本，才5000多本啊！哇哦，你写了多久啊？我写了大概断断续续有1年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书呢，在海外的这个 Amazon 上是可以买到的。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应该去支持我们在海外写作的人，可以自由写作的人。那我们接下来谈一谈这个审查制度。在米拉蒂里面呢，知识分子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宣传和审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是米拉的父亲米肖。他是一个画家，他发现自己的作品虽然获奖了，他却走不出来这个宣传框架给自己创作上带来的约束，只画得出那些没有灵魂的人。我想讨论一下，就是说这种大象无形的审查制度是如何静悄悄地戕害创作者的灵魂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就是你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参与这个电影制作，都需要面对这个审查制度。你当时是如何说服自己的？你挣扎过吗？你现在回头看，你对自己是怎么交代的？能不能举1-2个例子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我觉得米肖就是我怕进入的那种，其实是一种就是一个绝路啦，你创作，对吧？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对你在大象无形当中给你的一种套路，对吧？英雄人物他有怎么样一种眼神，怎么样一种，对吧？他的那种面部上的表情肌肉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就是这个，你想那么多年，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就是工农兵，就是对吧？就是这样一些形象。你记得这个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八一电
那个长春电制片厂门口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举着稻穗的什么的麦穗的那种农民的那种样子，好多，还有博物馆前面那种，那就是整个好几十年的那种审美，对吧？那种审美一旦变成了一种八股，把你框进去以后，后来我爸爸说我不想写了，因为他说我写也写不过你们这一代人，对吧？那个画也画不过你们这一代人，所以他说我就停下来了。那么就是他也感觉到就是这样想摆脱，就如果说我现在不是很自觉的，就是自己摆脱掉。那么我也害怕我将来也变成我爸爸这样，对吧？就是他认为的他们那一代人都有一种语气，有一种写法，有一种，对吧？有一种那种气质，就是他们就一看就是那个时代，这个完全是和世界上所有的文学接不上的。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从80年代、90年代，就你一直都写了下来，是吧？其实像天域，其实写的还是很放得开的。那慢慢的，是不是到了金陵13钗，然后到后面越来，就是到2010年以后，是不是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审查制度，就你在写作的时候是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吗？我没有感觉，但是我会在编辑们他们把什么字给改掉的时候，我会不断的给我这个意识，就是说，哦，这样一类的文字是不受他们欢迎的，是最好是不要写的，对吧？所以就是比如说什么呢？你记得吗？比如说就是就是这个《芳华》里面那个何小曼的，就是她把她妈妈本来要给她穿那件红毛衣，然后她就把她的后来就给了她妹妹，然后她就把这件毛衣拆了，然后染成黑的，然后一边染一边，她就心里心里念叨说：“我让你红，让你红，让你红。”她就觉得我是这种是一个有所指向的，影射，影射的，所以这种呢，就是我其实它就指毛衣的红，对吧？实际上并没有，它就这种词就不可以。那么那就是说它就是说它渐渐万一都这些东西都进入你的下意识了，你写作的时候怎么办呀？对不对？然后砰就跳出一个说，哟，这可能不行，那样怎么也可能不行，对吧？那么就是你最自由自在的这个状态，特别是自在啊，自在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搞创作的人的一个状态。哪儿都硌得慌，往这儿走硌得慌，那边硌得慌，对吧？你这就不自在了，对吧？所以不自在怎么能创作出准确的东西来呀？自然的东西来呢？比如说那电影呢，你也参与了不少这种的电影的这种编剧的这样的创作，会不会电影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审查是更加的严格的，因为小说嘛，就是他们很多人也就不是那么在意呢。当然当编剧的那个禁锢就更多啦，对吧？这个最难的就也可能也就是电视电影，因为它的这个接触面很广嘛，所以这一般都是导演意志啊，导演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对吧？导演去，而且那种闯关也不是我去闯，也是导演去闯，对吧？然后导演说这一段。上面说了这些地方要重新改啊，要怎么样？那么有的时候是导演他自己去改，有的时候让编剧给他改呢。那么你这已经过了好几道关了，对吧？就是说到我这儿已经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麻木的状态。那你生气吧，你就麻木了，你就觉得你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后被改的麻木，和你自己。你就选择了麻木，你是不是有意识的选择麻木？不然的话，就是麻木，不用选择也麻木，因为就是一个你不断要跟自己讲，我不就是一个花钱雇来的一个写手嘛，对吧？为这个导演
工作服务的一个写手，对吧？所以你别太当真了，对吧？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去争啊什么的。所以我一般不浪费这种精力和那个时间。我觉得我最保护的还是我自己的小说创作。你小说会更在意一些，是吧？当然，就是如果说小说，有人改这儿改那儿，那我就会脾气非常坏，我会，我会威胁不让他们出。有过威胁是吧？哎，那有没有就说因为你的威胁，他们就少改一些，或者是他们说好，我们去争取一下，或者怎么样呢？经常是我投降啊，对吧？因为其实这么争也是没用的。假如说这个图书，当然我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愿意我的责任编辑在花了很长时间的心血之后，变成一片惘然吧，对吧？就是看起来就是你这个写这个20年初的时候写的这个瞒的这篇文章，导致当年你的名字被张艺谋的团队从电影里面删除。可能很多人遇到这种事觉得就是忍一下就比较好，好像这样也不会造成太多的经济损失，之后还要在国内出版和拍电影，不能把路堵死了。你为什么决定要针对这个国际发行维权？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你这么一维权，你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呢？我觉得好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堵死的。这里东方不亮西方亮，对吧？总是会有人发现好的作品，然后把它改成电影的。你想《尤利西斯》都被改编了多少次？那么我觉得当然我是一个很淡然的人。我常常就是说，我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我说只要是自己能够不断的出现好的作品，它就是不放我的名字，人家也知道这个作品是我的。那么我也开玩笑说，我说你把曹雪芹仨字儿拿掉，难道《红楼梦》是谁写的还用说吗？对吧？但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先生说他这样是违法的。对，如果说知识产权把这个知识产权抹掉的话，知识产权所有人抹掉的话，这在欧洲是不可以发行的。那么这是我先生在坚持，因为他很多事情都是法呀理啊这么说，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就无法无天无理。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这个2021年10月，张艺谋影片出品方欢喜传媒集团制片主任赵义军，再通过中间人向严歌苓就向你转述这个意见，就说我再念一个，就是有一个新闻稿了，就是他说，他间接向严歌苓表示说，希望他三思而行。他说，如果严歌苓女士不停止阻挠发行的行为，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维护各方投资主体的共同利益，只得向国家电影局提起申诉，请求帮助。但如此一来，把矛盾上升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层面，岂不是对严歌苓女士更加不利？这个你当时听到这个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就大笑，我这个人都能跟国家形成对立了，然后我说这国家也忒软弱了吧，对吧？难道不是难道不该按法理做事吗？对吧？你把我们就是说按正常程序，谁让你把我名字拿掉了，你找谁去，对不对？你不应该在我这儿这个喊冤，然后我就让我牺牲我的知识产权。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逻辑的，而且这是也是不公的这么做。后来我就觉得，其实而且还有一个人带话来说，让我非常感觉到受辱，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说，你想靠这个还想挣一笔怎么着？后来我说，这个就是赔钱要把这个事儿弄到底，对吧？那张艺谋他自己也拍过这个秋菊打官司，他也很欣赏那样的一种不屈不挠，要争到一个正义的那么一种
你就是要个说法，是不是？秋菊要打官司，个说法，对啊，是你不能任你胡说。张艺谋还记着自己当年拍像《秋菊打官司》这样的电影的时候，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吗？人是可会变化的，就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我特别怕的就是感觉到就不是一个平常人了，你知道吗？那个早早被架起来，然后不知道怎么，平常人的感情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就出了这个，所以所有的在荧幕上的这种人物的表情，我都觉得有一点点误差的，因为没有人在他面前再有真脸了，对吧？就是你在小说里面，实际上对这些才子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的批评，或者是揭露，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因为有才华，别人就应该特别的去原谅他，或者是不应该让他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是大家都应该特别体谅他。我不知道，就你写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也想了很多你这么多年来一起合作过的很多的所谓的才子们的这些人的特性？有些这种才子，他会对人类文明有很重大的贡献的，像毕卡索，对吧？嗯，对吧？但是他个人的生活，他对一些个体的人来说，他又是相当伤害的呀，会形成很多伤害。那么，因为毕卡索的他的整个的这个一生的不断的这种变化，这种探索，嗯他是给人类文明留下了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章节。那么对他这些，其实大家也就既往不咎吧，就不去细看了都。那么其实我对我爸爸周围的一些才子也这样的。我说你是大材小毛病呢，还是小材大毛病？小材大毛病就不能原谅。你的大材小毛病可以是吧？对，就是说，这个你的才华贡献，对吧？你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美德，比如说，这个勤奋呐、对吧？有一种同情心啊，对吧？就是那种悲天悯人的心呐、这样的这种大的方面，还是有一些美德的。那么这些美德又反映到你的创作当中去。我们再说回到审查的制度，就说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好像就是一直在中国还算比较顺利，即便你的故事一般来说可能和一些禁忌的历史有关，就是即便在习时代，中国观众也能在影院看到这个陆犯焉识和芳华的故事。在外人看来，就说这些年你的作品在国内畅销，在影视改编上也非常成功，似乎你的创作与这个审查制度协商的非常好。但你也说过，就说你不愿意再捏着鼻子和中国的审查制度进行妥协。我想您对这个审查的不满摩擦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对于很多局外人来说，好像是就是突然之间就发现你因为一句勇敢而直白的评价被下架了。就我很好奇的说，就是之前这个有没有一个过程，就是它发生了什么？它是这个不满是有个积累的过程吗？当然是有的，主要的是来自影视，那个小伊多赫的过审是非常非常难的，最后他们把多赫这么一个日本女孩子改回成中国人。那么其实在作品上来说，它是不成立了，对吧？你本来写的是中国一个家庭收养了一个日本女孩子，然后这个日本女孩子和这个家庭相濡以沫的几十年。那么如果是一个中国人，那不就是一个大骗局嘛，对吧？然后骗了所有的，看了40集，然后人家流了很多眼泪，都是原来这个中国人。所以我在这个一次记者会上就说真的就我说我自己就没有看了。当然了，这个就是编剧，我不是他的编剧，我是他的原作，对吧？然后就是那个编剧也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折磨，应该说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理由说为什么不能是日本人呢？
我也觉得啊，我说当时的民间，没有理由，就说哦，最后一个好人，一个女主角是个日本人。后来我觉得你真是替老百姓瞎操心，老百姓有什么过不去的？中国的民间实际上是非常宽容的，非常善良的，对吧？对呀，他这样一个孤女，他会把她收养进来，对吧？然后和她一块度过很多很多的艰难时刻。那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非常宽厚的一种性格。你们偏偏认为这是不可能，不要让老百姓看到。这个女主角，这个温柔善良的这个女主角是日本人，这就是瞎操心，所以我觉得，然后记者们都说，我们都觉得受骗了，对呀、所以这种时候遇的多了，特别还有听说这个，那个审查就是审查电影的人在里面还在看电影，门口所有的人都吓得都不得了，就是看那个《归来》这个电影啊，就紧张的不得了，不知道他们出来这是宣布这个电影的活还是死哈，或者是让你就是不得好活，让你改的那个遍体鳞伤，让你改从公的改成母的那样的，是吧？所以就大家都特别紧张，所以我就说这种时候就是我觉得中国电影人实际上有着比韩国电影人更好的素质，也有更好的故事，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多少跌宕起伏，这个民族我们最富有的就是我们的故事，对吧？国家不幸诗家幸，然后相反倒是现在你看台湾的不是那个韩国的电影，相反已经得到世界上这样的一种认同，所以这就是审查制度给他们造成的这种现在的这种局面呀。对，上次我和王小帅的那次，他就是提到了这个，就是8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韩国的电影其实是大家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韩国已经远远的跑在了中国的前面，那《芳华》呢？大家其实对《芳华》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觉得它实际上碰触了这个文工团这个体制，然后有很多的好像有很多的红线，就有很多的传言，这个的改编过程呢，您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毛衣了什么的，哦，那不是那个《芳华》里面，反正就说这个里面有没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是让您觉得非常的烦？也是啊，因为当时我们在广州路演的时候，就突然接到电话，就说是要停止，马上停止，而且那个11的档期也不给我们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觉得就完了那感觉，也不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放，哎，也不说改一改可以放，就是这种命运叵测，这种不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这种感觉啊，是特别让一个搞艺术的人感觉到悲凉，非常悲凉。而且没有尊严，你觉不觉得？就是你觉得不被受到尊重？对，就是说你连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时间、几年的创作的这个时间都，这多少人还会有生命当中再有个2-3年呢，对不对？那么这样子，而且在那一刹那是没有办法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到底还有没有复活的可能性都不知道呀。所以我们的整个主创队伍就在舞台上，大家都掉泪了。后来就是发现主要还是因为越战老兵的事儿，怕引起社会不稳定啊什么的，当然就是那么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被叫停，就是因为那个事儿被叫停，永远也搞不清有多少事儿突然出现，然后会让你叫停。他浑身都是敏感神经，你不知道随便碰到哪他就受不了。哎呀，是，你在小说里面给备受审查之苦的艺术家米肖一个作为艺术家的纯粹的选择，他作为一个得过国家级大奖的艺术家，最后选择了出国，到纽约街头给人画像为生。
你写到就说爱尔兰人说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爱因斯坦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米肖说哪里有真艺术哪里就是祖国。就对于你来说，祖国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同意米肖和爱因斯坦加起来，就是哪里有自由？因为一个人没有自由，何谈创作自由？何谈真艺术，对吧？所以自由应该是一切的根源吧。嗯，就是像米肖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意识到，他在画那些画里面当中，他不可能突破的他自己的一种八股，一种意识形态给他的一种枷锁，哎，然后他在画这些街头上的路人甲的路人乙的这种时候，他反而没有任何的禁锢，他反而能很诚实的来创作这样一个作品，他可以把它画得非常诚实，所以他更加喜欢的就是他非常合一，他就非常的内外合一。这就让米肖更加向往就是自由自在的那种生活，没有包袱，没有非得达到的一些什么。这个原型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也是客死他乡吧，一个很好的一个美术教授，他就选择了这样的路，就是在街上跟人家画肖像。那么从米肖来说，他是不可能摆脱，就是说这个创作他有一些附加的使命在上面。因为他是那样一代人，他已经自由不了了，所以他只能是让他放飞他自己的人生，就是从这个他的 physical 的这个 being 来放飞，他才可能，哪怕画一幅小品，这幅小品也是没有任何的，就是附加的一些使命在上面，呀。那现在中国有很多人想离开或者已经离开，他们也希望在没有审查的环境中自由创作。跟当年的您一样，他们可能也带着自己的中国生活的经验和创伤，投入到流动的状态中。你会给这样子的一些人什么样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包括他们写作和生活的建议。我觉得如果能够去校园里去学习一下，或者深造一下，特别是语言这一关，一定要过。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能够出国的人，除了走线的那些，对吧？都是生活条件也还比我当年出国的时候要好得多了。那么我觉得校园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让你就是学会在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这种不会显得你自己很执着啊什么，就是很就幼稚笨拙的拙哈，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让你就转换到另外一个环境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是来学习，哪怕就上成年人的这个教育的那个语言学校都是很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语言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如果出来创作啊什么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是如果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吃苦，然后重新把自己的根移植到另外一片土地上的，经过了这个阶段，大概要有个几年吧。我的经历就是有2-3年、3-4年的样子，那么就过后就会非常的很为自己骄傲，很喜欢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么不一样的环境里面，也还是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这样吗？就是如果要是创作的话，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我的一些就是写作的朋友，他们都有一份 day job，
就他们都是会去做一个什么，就是有个全职的工作，然后业像余的其他人时间写作。一样工作或者半职的或者全职的，然后呢，就是利用一些业余的零碎的时间来创作。那这就是说你要花双倍的辛苦。这就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到国外就不创作了，这也是很可惜的呀。其实很多美国人也是这样子，他们白天有一份工作，然后晚上自己写，或者周末或者一大早起来自己写。对，这个也都是很正常的。那再说，而且我还觉得这你说就是一个考验你的那个你真正的想写吗？真正的有话要讲，你真正有这种冲动要创作吗？这就是考验一个创作者的时候。比如我说那个Octavia Paz，就是他曾经是墨西哥的这个大使，也是墨西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你想做一个大使有多少繁忙的事物，有多少诱惑，对吧？你可以去参加酒会，你可以去怎么样，但是他就是把这个整个周末都利用起来，就自己创作，那就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呀。还有就是这几年我这几年看过也是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叫《莫斯科绅士》（A Gentleman in Moscow），是那个美国的作者阿莫尔托尔斯他写的。然后他是实际上以前是应该是在一个对冲基金做事情的，然后就开始写小说。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做很多别的一些事情。对，是真的是有这个激情。那我们可以说您是和中共的文艺体制决裂了吗？对，是决裂了是吧？那您在这个决裂之后好像是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您在做这个扶桑的这个音乐剧，还投资了一些小制作的电影，甚至准备写这个关于疫情的作品。能不能说一下现在你的就是都在做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些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和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哎呀，我就觉得什么都可能。然后因为我写了一个话剧，对吧？刚刚完成初稿，我还想再改，然后还写了7、8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呢，是我长年以来一直想再回去创作的一种式样，这个文学式样。因为我觉得我写短篇小说是写的相当好的。当年在台湾得文学奖都是用短篇小说，天域也是，少女小鱼也是。那么就因为这么多年，好像在中国大陆呢，都是跟出版社打交道，然后每个出版社都是想要一本书，所以那个一本书一本书就这么写下来了，就是没有再有写短篇小说的自由。那现在也没人管我要书了，那我就现在有自由的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现在已经写了一个集子了。那么其中有一篇呢要跟王小帅导演合作，所以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人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你究竟你要多少财富呢？对不对？就是说生活总是可以做点减法，是可以更加的单纯、朴素、简约一点。那么这样就给自己的创作有更多的自由。还是挺难的，对不对？就是你的读者群一下子缩小了很多，然后你的电影你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也少了很多，然后因为这个投资也不是很容易，现在尤其关于中国的电影，可能是在海外找投资人也还是挺难的。就是还有你自己经济上也受了很多的这种的损失，实际上就是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虽然刚才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减法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有没有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或者有没有一个就说你怎么跟自己说呢？其实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呀，我真不用说，这是很简单很朴素的道理。还有呢，就是说像中国现在还欠了我钱的人也不还，对吧？我就付了我钱的人往回要，是吧？然后还有要的
对，有要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这都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所以没有什么，没有给我特别大的震惊啊什么的，对，一切都在我的预料当中。那我现在权衡下来，我说我更想要创作自由，那不就一切都，别人也就都明白了，对吧？对。那我再说一下，就说实际上你站出来说话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是吗？就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就站出来说满满满的时候，还有后来就是这个上线的这连线的这个和周孝正连线那个，实际上那个是有一点点，你没有想到就是直接被播出来的，对吧？但是，因为3年疫情，芳芳当然是一个作家，她站出来说，但是到上海封城的时候那么惨。那么多的人都住在，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那么多人都住在上海，还有在中国很多地方，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说话了。大家也看到了你站出芳芳的这个后来的这种，就被打压的这种惨境吧，对吧？就是浑身是讲对网上文革，而且人肉搜索啊什么什么的，这大家大概已经就很领略到了这个群众专政又来了。所以你站出来说话是有意识的一个选择，是吗？你知道，就是说，对，我知道什么会发生，我太了解这个民众和这个国家了。那我们最后聊一下您的女儿吧，就是我知道您有一个写作计划是写给她的，你希望就说跟你女儿一样的世代，就是未来世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你希望他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中国？还有就是你觉得他们可以做些什么？站在你就是常年就是又在中国也有这个很大的影响力，然后在海外也有就是在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主要是为了我女儿，刨一刨字，给她刨出一条根儿来，让她看见。就是她，成为我的女儿，我们这个严家在中国，的这个根，然后这样一个中国才会产生了一个一胎政策这样一种奇特的。荒诞的这么一种政策，是它会造成几代人的生活的这个影响，对他们对以下的几代人但是没有这个一胎政策，他不会成为我的女儿。那她成为我的女儿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幸运。就你女儿是一个你们收养的一个被遗弃的这个女婴是吧？对，是的，所以就这样的呢，我就觉得因为她对她自己的身世是非常有焦虑感，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把她给抛弃，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她，她不是 alone，you know，这个全中国有多少对父母在无奈的情况下，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下，像她一样把他们放在就抛弃掉，然后这样使他不要产生一个就是一种阴影，就是我的父母是生身父母是不爱我的，是把我当垃圾扔掉的，不要让他有这样的心理，造成他们这样被迫的这个这种父子母子的离散是这样一种政策。然后我想然后从这个政策就什么样的国土什么样的这个政权会产生这样一个政策，然后我的父亲是怎么样去向往这样一种政权，红色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就把这样一个根给他，一个家庭之树给他展现出来。好有意思哦，这个也会是你们的这个新歌出版社出版是吗？我已经写好了，已经写完了，就是需要再修改，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使它结尾接得更加就是从容一点吧。哇，你真的是就是创作力就是特别的旺盛是吧？你每天都写，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写，就是你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写，是这样子的。是的，我的先生说，你就问他哪里不能写。
你有没有哪里不能写的？没有，我在什么地儿我都可以写，我就要坐在那个我先生开车，他在那边开，左边开，我在右边就可以记下很多东西来。哇，真的是太而且厉害了！我觉得太厉害了我能拥有5、6千个读者，在我出版还不到1年，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啊，我很知足了，对吧？因为我首先我在大陆，我听我的搞出版的人说啊，他说我们现在有5、6千本的印数就算不错，就算是能赚到一点钱了。然后呢，我想，那这么一个大的国家5、6千本，他们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那我当然你不能每一本书都是上百万的那种出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5、6千个读者，我像我现在拥有的这些读者，我就非常感激他们，我就也非常对我自己的成绩感到很知足的。对对对，我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能去读您这本书，还是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就感觉特别有劲儿，就是你能感觉到80年代的那种的有一点有一点就是这个利比多过多的这样子的，然后这种不管是创作艺术还是人生什么什么之类都特别多，然后又同时又在这个体制底下的这种的被压抑的，就是这种的挣扎，我觉得写的特别的好。后来的这种的每个人的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就是像米肖选择了这种自由的世界，还有的这个就是那个另外有一个画家，他就是良多就回去了，对，良多回去了，因为他就是去赚钱了，对不对？其实就是中国搞当代艺术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嘛，他就是去赚钱了，他是觉得他也不对自己有什么怀疑，就说哎，我的画能卖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人都来吹捧我，那我肯定也不错呀。其实实际上是我真的是觉得是写这些艺术家，写这些写作的人，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精神世界写的还是非常的好的，我真的还是挺喜欢的。呀，也有很多人来说，哎呀，这是你最好的一本书什么的。对对呀，我觉得在我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人这样告诉我，我是特别开心，也特别感激他们。对对，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还挺难的，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喜欢什么，我不是我想推荐那个修女爱的，他叫爱的，对吧？就是波兰导演拍的那个，然后3本书的话，《红楼梦》我首先推荐，然后《百年孤独》呀，然后是那个1984。非常好，谢谢谢谢严歌苓，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